大家好，我是 Robert，我差不多铺垫了很多天了，今天讲我的关于军事行动方面的观点。先抛出我的观点吧，我认为国内不适合大规模集结军事行动，但非常适合单兵或小组方式的特工军事行动。在国内呢，大规模军事组织基本就集结不起来的。我们看共匪的历史就能知道一个事情，那就是共匪的特务渗透能力是相当厉害的。共匪不仅仅舆论战非常擅长，而更擅长的是卧底渗透。想想当初国民政府内部多少人都是共匪周恩来的线人。简单说几个例子吧。杨虎城是共匪预备党员，介绍人是他的老婆。这么一个女共匪就是奔着他去结婚的。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关照的重点共匪成员。傅作义的女儿也加入了共匪。胡适的儿子投奔了共匪，最后文革被共匪弄死了。不管国内国外，想避免被共匪渗透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稍微用逻辑想一下，在国内大规模集结军事成员，基本是被一锅端的结果。因为共匪的特务总会卧底进来的，甚至可能就是你的亲友在做这个角色。但是大规模军事集结在国内不可行的话，是不是在国内就搞不来军事行动了呢？不是的，可以走特工行动组的方式。如果个人综合能力强，懂开车，懂武器，懂通讯，懂刑侦，那就可以单人行动。如果能找到3、5死党朋友，那就分工合作，小组行动走起。这种特工行动组的军事方案，不就可以防范共匪卧底渗透了吗？有人也许会问了，那不会不知道怎么做特工怎么办？不会可以学的，没有人出生就会这会那的。婴儿生下来话都不会说，就知道用哭声来表达自己。被周恩来杀了亲友41口的顾顺章，有写一部特工教材。顾顺章的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，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搜索来进行自学。另外，网络上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教材可以用来自学。如果你实在想学，又不想去伤脑细胞的话，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看谍战电影，什么007全系列，什么碟中谍全系列，什么特工学院王牌特工等等，爽片看多了，总会能摸索出来一些心得的。这个大家自行搜索吧。另外就是特工行动应该进行哪方面的行动呢？我个人觉得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，各个特工组可以自行讨论制定。不过我认为需要坚持几个基本的原则
和底线。首先，不能造成平民伤亡，不然那不就是恐怖分子了吗？所以不能造成平民伤亡，不能针对平民行动。其次，不能自杀敢死队冲锋，不要把自己当炮灰使用，不要把同伴当炮灰使用，搞自杀行动。007肯定也不干吧，所以应该做到有完备的撤退方案，请珍惜自己和伙伴的生命。再次，三思后行，行动之前一定要有完备的方案，目标的选择，目标的信息情报收集调查，行动的时间、地点、步骤，行动的撤退方案，行动的预备方案。请大家多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方案考虑到的细节越多，行动就会越顺利，会有如行云流水。其他的需要注意的方面，也请大家多多讨论和分享。至于具体的行动方案，请大家多多摸索。我觉得有2个例子可以参考。广西藤县书记黄东明被绑架，好像赎金1000万，不过这个最终失败了。山东乳山统计局饮用水被投放母猪发情用激素，长达2年，不过最后也被抓到了。结论，在国内进行军事行动，需要采取特工行动组模式。最后，介绍下中华民国军情局，隶属于中华民国国防部。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中国大陆的政治、军事情报，甚至在必要时可策划破坏、暗杀、心战等等谍报行动。此外，军情局的特别任务还包括适时建立敌后武力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策反和心理战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明天见。